最新动向，芒格清仓钢铁股，员工募一哥在重仓这个方向。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披露，股神沃伦·巴菲特的黄金搭档、亿万富翁投资者查理·芒格所领导的资产管理机构 Daily Journal 日前递交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第四季度 Q4 持仓报告 13F。报告显示，芒格第连续3个季度没有新建仓或者增持任何美股，反而清仓其投资组合中一支持仓标的。截至2022年4季度末，阿里巴巴位列芒格旗下公司的第3大重仓股。芒格清仓钢铁股。截至去年年末，在 Daily Journal 的重仓美股中，美国银行仍位列第一，整体持仓约230万股，持仓市值约7618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由 42.49% 升至 43.67%。富国银行位列第二，整体持仓约159.18万股，持仓市值约6573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由 39.16% 小幅降至 37.68%。阿里巴巴位列第三，整体持仓约30万股，持仓市值约2643万美元，在去年第三季度持仓市值则为2399.7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由 14.68% 小幅升至 15.15%。芒格曾在2022年第一季度砍掉阿里巴巴 50% 仓位，但在此后的3个季度均维持仓位不变。在2021年一季度，芒格首次建仓买入阿里巴巴，并且用超 19% 的仓位长线布局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 Daily Journal 持有阿里巴巴的平均每股成本达 185.71 美元，而截至2月8日美股收盘，阿里巴巴每股价格收于 105.1110 美元，今年以来上涨近 20%， 去年第四季度触底反弹超 10%。 美国合众银行位列第四，持仓约14万股，持仓市值约611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由 3.45% 小幅度升至 3.50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报告显示芒格第连续3个季度没有新建仓或者增持任何美股，反而清仓其投资组合中一支持仓标的，韩国最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商浦项钢铁。数据统计显示， Daily Journal 第四季度持仓总市值约为 1.744 亿美元，上一季度总市值约为 1.635 亿美元，环比增长 6.7%。 持仓市值变化主要由股价变化导致，前10大持仓标的占总市值的 100%。 华尔街巨头纷纷加码中概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芒格外，还有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去年4季度显示出对阿里巴巴的偏爱。摩根大通递交的 13F 持仓报告显示，该机构于去年4季度增持了英伟达、特斯拉、AMD 和阿里巴巴等公司，其中阿里巴巴较上季度持仓数量增加 26%。 著名华尔街金融大鳄史蒂夫·科恩 Stephen Cohen 旗下的对冲基金 Point72 Hong Kong 递交的2022年4季度持仓报告显示，阿里巴巴位列其第一大重仓股，持仓约 70.63 万股，持仓市值约为 6221.5 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为 20.41%， 较上季度的持仓数量增加 51%， 上季度占投资组合比例为 1.31%。 阿里巴巴并非史蒂夫·科恩加仓的唯一中概股，拼多多、京东、百度、360数科等多支中概股均获得该机构大幅加仓。电影大空头男主角原型，传奇对冲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创立并作为首席执行官经营的 Cyan 资产管理公司，则在去年4季度新建仓阿里巴巴。截至去年末，阿里巴巴为其第4大重仓股，持仓5万股，持仓市值约 440.5 万美元，占投资组合比例为 9.46%。 投资中国可以让你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好公司。在公布 13F 持仓之前，现年99岁的芒格曾出席了 Daily Journal 年度股东大会，足足交流了2个半小时。当被问及现在还是外资投资中国的一个好的选择时，芒格回答道：
投资人去投资中国是没有问题的。相较于投资美国而言，投资中国可以让你用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更好的公司，而这即便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，也是值得的。此外，芒格还分享了他对电动汽车的看法。芒格盛赞比亚迪是他迄今为止最喜欢的股票。他直言，在伯克希尔工作的这些年，他没有进行过能够比肩投资比亚迪的操作。对伯克希尔而言，比亚迪是一笔利润丰厚的押注。该公司于2008年9月首次购买了约2.2亿股比亚迪股票。在过去10年里，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，比亚迪股价增长了600%以上。芒格称，伯克希尔大幅减持比亚迪的原因是其已经不便宜了，但比亚迪依然是家了不起的公司，在很多方面甚至领先特斯拉。当被问及更愿意投资特斯拉还是比亚迪时，芒格表示，特斯拉去年在中国2次降价，而比亚迪提高了价格，但比亚迪在中国市场遥遥领先于特斯拉，这令人难以置信。自去年8月披露首次减持以来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多次减持比亚迪港股，累计套现超过150亿港元，其中今年内就有2次，分别是在1月27日出售155万股，2月3日出售424万股，分别套现3.5亿港元和10.9亿港元。伯克希尔对比亚迪的持股比例从首次披露减持前的 20.49% 降至 11.87%， 6年来首次曝光员工募一哥豪值上亿，重仓这个方向。近日，员工募一哥现千和资本创始人王亚伟在美股的投资动向曝光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去年末，王亚伟执掌的海外投资公司 Papace 管理的对冲基金共计持股40只，其中煤炭股是其心头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仅王亚伟积极布局海外传统能源股，国内部分投部私募近期也颇为关注煤炭板块的机会。在他们看来，在需求逐步增长下，煤炭价格有望维持高位，且煤炭股还具有高股息、高分红的特点。经过近期调整后，板块性价比逐步提升。王亚伟海外布局曝光。2012年，在公募名声大噪的王亚伟选择离开华夏基金，创立私募千和资本。也正是那一年，他在香港成立了投资公司 Papace Asset Management， 简称 Papace。不过，在 Papace 成立后，其投资踪迹便颇为神秘。上次披露持仓还是在2017年，时隔6年后，近日 Papace 再度披露组合持仓，因此备受市场关注。披露信息显示，截至去年末， Papace 管理的对冲基金共计持股40只，持仓市值达到1.36亿美元，接近10亿元人民币。从持股集中度来看，其前10大重仓股持股市值占总持仓市值的 68%， 比例相对较高。从行业分布来看，该基金持仓覆盖了传统能源、新能源、消费等多个行业。比如，基金前10大重仓股中包括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、蒙特锂矿公司 Piedmont Lithium、电子烟企业悟星科技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亚伟对于煤炭股的青睐在持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资料显示，王亚伟的第1大重仓股 Alpha Metallurgical Resource， 简称 AMR， 于2016年6月成立，2018年11月9日上市，是一家大型多元化的蒸汽煤供应商。在美国3个主要煤层顶、底板岩石之间所夹的煤及干石层中运营高品质、具有成本效益的煤矿。同时，公司还涉猎将第三方煤炭销往国际市场的贸易和物流业务。2021年初，AMR 股价不到11美元，但随后这只股票便开始长达2年多的持续上涨，如今股价升至170美元以上，不到3年的时间，涨幅超过14倍。王亚伟的第2大重仓股亦是煤炭股。公开信息显示， Arch Resources 是一家冶金和炼焦煤生产商，向全球提供焦煤和动力煤。截至2月16日，公司2021年以来股价涨超330%。一位私募研究员坦言
2021年底，有媒体曾公开报道称，美国第二大煤矿商 Arch Resources 出售了2022年即将开采的所有煤炭。当时，很多美国煤矿商可卖煤炭量大幅减少，因此后续尽管煤炭生产商全力以赴生产，产能空间依旧有限。二是2022年2月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危机，煤炭价格进一步攀升。因此，海外煤炭股近2年表现强势，